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新片评分低，电影节遇冷，国际之路坎坷不断。赵丽颖工作室最近有2项主要工作，一是宣传电影《乔岩的心事》，二是带着这部影片参加了东京电影节。乔岩的心事的口碑不佳，豆瓣评分迟迟未出，最终开分后仅为 6.1。一个获得7000多个点赞的评论写道：“又是一部打着女性题材旗号，却完全不从女性角度出发的烂片。”一位比较客观的网友给出了3星评价，写道：“电影前半部分悬念感不错，中后段有些让人坐立不安。原本以为是赵德胤之前作品《卓人秘密》的升级版，结果只是缩小版。看了下长评，给低分的也不少，有网友写下标题就挺难看的，剧情感觉把我当弱智，情绪也没给到位，只是单纯有被恶心到。还有求求了，别再碰瓷女性主义。关于电影本身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赵丽颖这样的大牌女演员，背后肯定有一个成熟且强大的团队，帮她把关剧本和权衡利弊。接演乔岩的心事，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并非因为觉得剧本有多好。毕竟看过电影的人都会发现，剧本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一方面，赵丽颖从出道至今在电视剧领域已经成为了顶尖明星，但在电影圈还缺乏代表作，需要一部能证明自己的好电影。相比之下，文艺片更能展现演技，取得好成绩。在乔岩的心事中，角色本身也是明星，这让赵丽颖演起来难度降低不少，塑造经典角色的机会更大。这是剧本和角色对赵丽颖团队的吸引力。至于对手戏的演员，他们应该不会介意，毕竟辛芷蕾、黄觉、董宝石和赵丽颖不在一个层次上，她会成为这部戏的绝对主角。真正让他接下这部戏的原因是导演赵德胤，这是一个有机会把赵丽颖推向国际舞台的人。赵德胤是典型的竞赛型导演，作品好不好看暂且不论，但总能受到国外电影节的青睐。他的大学毕业作品《白鸽》就入围了釜山、哥本哈根等影展，后来的《归来的人》、《翡翠城》、《卓人秘密》等也登上了国际影展的舞台。这次乔岩的心事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提名最佳影片，对赵丽颖来说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因此，在东京电影节上出现了一幕让人觉得不太寻常的情况。按理说，提名最佳影片时，无论是走红毯还是参加活动，导演和主演应该是焦点，但这次却是赵丽颖抢了风头。而且只有她一个人出席了东京电影节，其他演员都没有出现。10月30日晚，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照片，显示赵丽颖在东京的影院进行交流，只有她一个人出席，没有导演赵德胤陪同。不清楚乔岩的心事在日本放映的是哪个版本，是否有日语配音或字幕。现场的观众是日本华人、日本影迷，还是东京电影节的参与者？他们能否理解影片内容？交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这些都成了谜。不过，这些细节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赵丽颖参加了东京电影节，并进行了交流活动，这表明她正在走向国际。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可能并没有照片和新闻中展现的那么理想。有博主透露，在东京的一次交流活动中，赵丽颖只回答了2个问题，工作人员就表示整个大楼要关闭，要求大家立即离开，并抱怨东京电影节的安排真糟糕。之后的赵丽颖东京电影节问答环节被驱赶，话题更加难听。有博主写道：“自掏腰包，盛装出席，无人在意。”如果爆料属实，问题肯定不在大楼工作人员身上，而是电影节相关负责人的安排不当。这反映出对赵丽颖的冷落和轻视。试想一下，
如果是大导演是枝裕和或北野武，情况肯定大不相同。关于自掏腰包的说法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对于提名影片，主办方会为主创提供入场证和登台机会，但差旅和服装费用肯定不会负担。乔妍的新事票房不佳，出品方是柠檬影业和光线影业，他们也不会支付这笔费用。导演的收入还不及赵丽颖，所以去东京的差旅费只能由赵丽颖自己承担。为了成为国际明星，赵丽颖所做的努力远不止这一次，而且也不只是她有这个目标。比如酱园弄，章子怡是大女主，她也是红了很久的国际章。在内娱，赵丽颖的地位也不比章子怡低。如果换一个导演，她会接这样的小角色吗？但陈可辛就是这么厉害，酱园弄汇集了众多知名演员。在豆瓣的演员表上，赵丽颖的排名只在第6位，不仅在章子怡之后，还在梅婷、雷佳音、王传君、易烊千玺之后。据参与电影拍摄的工作人员透露，易烊千玺饰演的是视障者，戏份本来就不多，赵丽颖的戏份只会更少。参与酱园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。2022年釜山电影节上，陈可辛宣布了酱园弄计划分为上下2部电影，不打算在国内院线放映，而是直接上线海外流媒体平台。这部电影由陈可辛新成立的公司 Changin Picture 制作，目标市场示范亚洲地区，也就是国际市场。海外流媒体平台主要是网飞和迪士尼，这意味着只要出演酱园弄，就能登上国际舞台。这样的好机会，赵丽颖怎能错过？即使是第6位的配角，她也愿意接下。看那些成功走向国际的华人女演员，不仅需要资源和机会，还要有足够的实力。以章子怡为例，她被张艺谋选中是因为实力，与李安合作《卧虎藏龙》既有关系因素，也离不开她的实力。毕竟在拍摄过程中，李安曾一度考虑换人，而《卧虎藏龙》只是章子怡进入好莱坞的敲门砖，之后的发展还是靠实力。对赵丽颖而言，演技依然是她的弱项。在乔妍的新事中的表现并不突出，比如姐妹俩在房间里联手对付于亮的那场戏，辛芷蕾的情绪表达得很到位，紧张、焦急和愤怒都很明显，但随后出场的赵丽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，质疑于亮时更像是在念台词。到了最后的关键戏份，赵丽颖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，面对沈皓月的威胁和逼迫，他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决，也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紧张和恐惧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